妙心人米比亚的佛法小宇宙，无住相布施的秘密。各位朋友，喵安，我是来自宇宙的猫仙人。今天我带你们一起探索佛法的小宇宙，你将看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固定的法，也不在于表面的形象，而在于能否放下执着，让自己的身心乃至整个小宇宙都升起福德与自在。准备好了吗？跟我一起静心漂流吧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，因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啊，你要明白，菩萨修行布施，不应该心有所执着。即使已意失去布施，偏极到最微细的世界，也不要执着于所见的境界，也不要执着于心中升起的念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菩萨的心能不住于一切执着，他的功德就不受限制，无量无边啊！各位朋友，无上正觉要度化众生，这件事比单纯消除烦恼还要困难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不是只降伏其心，而是要走向菩萨道，去帮助众生一起觉悟。这就像治理一个被严重污染的地方，你可以选择把它拆掉荒废掉，或者只是把污染物掩埋起来，不让它外漏，但这些都只是表面功夫。真正彻底的方法是要把整个地方净化、绿化，让它恢复成健康自然的环境。这中间的差别就是治理层次的不同。菩萨道讲的就是最高程度的净化，不只是暂时压住问题，而是让生命回归到清净自在的本质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佛陀说，须菩提，你想一想，东方的虚空能不能用心去衡量呢？须菩提回答，不能啊，世尊。佛陀又说，那无边的宇宙能不能去计算、去想象清楚呢？须菩提答，也不能啊，世尊。佛陀接着说，须菩提啊，同样的道理，菩萨如果能在布施时不执着于任何相，那么他的福德就像虚空、像宇宙一样，无法衡量啊。菩萨无住相布施，为何其福德能如四方虚空般不可思量？接着上述治理污染的例子，如果治理了一个村，就有一个村的福德，众生在此生活就不觉得苦；如果治理了一个国，就有一个国的福德，众生在此生活就不觉得苦。以此类推，一个世界、无数世界，其福德当然不可思量。为什么菩萨无住相布施的福德能像四方的虚空一样，无法计量呢？我们用刚才治理污染的例子来说明。假如你治理了一个村子，村里的众生就能生活得不那么痛苦，这就是一个村子的福德。如果治理一个国，整个国的众生都能得到利益，
这就是一个国的福德。以此类推，治理整个世界，甚至无数世界，福德的范围自然就无法衡量，无量无边。正如佛经里说的不可思量。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真的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？这就要看微观的世界究竟有多大了。拿我们人体来比喻，人体就像一个小宇宙，体内的电子就像无数微观世界，每一个微观世界里都可能孕育着无量的众生。那你算算看，人体里有多少电子？当然，这个数量根本无法计算，完全不可思量。为什么无住相布施能拥有福德呢？就像我们治理污染、绿化沙漠一样，恢复自然环境，就能真正造福众生。相反的，如果随意滥造、滥用、滥垦、滥伐，这些都是造成污染和沙漠化的主要原因。而这些过度行为，其实都是因为对有为执着。所以，当我们减少滥造滥用，进行绿化，还原自然，这种行为就像是一种相对的无为。放下执着，把环境还原成适合众生生活的样子，那么无住相和理想国，哪个更好呢？要知道，生态是非常多元的，每个地方、每个生命的需要都不同，你心中的理想未必适合别人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把其他星球的生态强行改造成地球的样子，对那些星球的众生来说，可能就是天大的灾难。所以啊，无为才是最好的策略。只有不执着于表面的相，才能让菩萨道发挥出最大的效果，真正利益众生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不也。世尊，不可以身相的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佛陀说，须菩提，你想想看，可以借着身形外貌来看见如来吗？须菩提回答，世尊，不行，如来不能以身相来见，因为如来所说的身相，本来就不是实在的身相。佛陀解释说，一切的相，其实都是虚妄的。如果能看透这些表面的形象，就能明白真正的实相。最初，只有意识存在，当时空意识逐渐成熟，才慢慢形成了宇宙。宇宙的演化是有为的，想要一切变得更加真实而完美。随着这个过程，宇宙变得越来越真实，但众生渐渐分不清，甚至忘记了最初的梦想，反而执着于眼前的景象。然而，所有的相都是虚妄，身相不是实在的身相，万物都只是意识的虚拟产物。能觉悟真相的人，自然能看破一切，明白世界的本质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否？佛告须菩提：若作是说，如来灭后，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。以此为实，当知世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尽信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
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须菩提问佛陀说：世尊，您讲的这些道理太深奥了，一般人真的能相信吗？佛陀回答：须菩提啊，不要这么想，你要知道，过去的佛已经留下了修行的法门，让后来的人可以依着去实践。经过一世又一世，无数次的轮回累积，就会有无数的佛出现，也有无数觉悟真理的经验，这些都能让后来的人生起信心。须菩提啊，如果众生都能放下执着，这整个宇宙世界就会成为清净的净土，不管他们投身在哪里，都能自在无碍。佛陀创作《金刚经》的初心，是为了让后来持戒修福的人生起信心，因为主观意识才是当下唯一的存在，所以如何把知识与智慧传承下去，就成了力挽狂澜的关键。想象一下，多一个人修行佛道，放下执着，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小宇宙的福德，一个传10个，10个传100个，如此不断传下去，最终所有众生都能被度化，离苦得乐。佛说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些相都是意识的解读。玄奘大师翻译成相转。那么，为什么不执着于相，就能得到无量的福德呢？因为放下执着，身心就能保持清净，小宇宙中的无数众生会因此更幸福。而主观意识在谁身上，谁就能感受到这份幸福。最终，受益最大的，其实还是自己。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，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，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陀接着说，如果对佛法的名相产生执着，就会落在那些有为的形象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宇宙间的一切法相，本来都是因缘和合演变而成，没有哪样是永恒不变的，所以不应该执着于法，更不应该执着于非法。因此，如来常常提醒大家听我说法，如在诸法上讲，不该执着于此，何况无法度的。相就是外在的形象和名称，法则是背后的道理和规律，所以名字和形象是相通的，而道理和规律也是相通的。就像道家说的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佛法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法可法，非常法。所以如来以水中诸法形容，随着时间迁流法亦不同，道理和法则也是一样，只能作为参考，不能死守执着。随着时间环境不同，理解和应用也会不同。诸法在河流上自然会漂流，但佛陀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？又是什么让佛陀的说法能漂流呢？其实，使佛法漂流的不是河水，而是有为演化的滚滚意识流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黄老思想只留下了《道德经》，而佛老思想在印度几乎绝迹，都是因为随着时代与环境的有为意识流，无为法才变得扭曲或消逝。后人常会误解佛陀的用意，不论是背着诸法，还是放下诸法，
人们都认为法子本身能渡人，甚至能渡佛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重点不在法子，而在清流。就像有个故事，某人在河中丢失了东西，但那东西早已飘到下游，他却还固执地在原地寻找。再比如人生长大的比喻，每个人都不同，不是一套法门就能适用，也不是一个法子能渡所有人。这个法子必须自己造，自己渡，可以说是灵魂之法，如无上正觉，而不是物质之法，如佛经佛法。回想整部影片，佛陀教我们，法不是永恒不变的法子，而是随有为意识流而漂流的工具。只有不执着于相，每个人才能造自己的灵魂法，自己度自己，也影响无数小宇宙，让福德无量，真正利益自己与众生。